为了抓到10斤重的巨型彩虹龙虾，渔民大胆钻入到礁石缝隙中进行徒手捕捉。如此疯狂的捕虾过程，搞不好龙虾没抓到，却把自己给交代在了里面。最终神仙保佑，还是有惊无险的将一只价值大几千的巨型龙虾捕捉到手，轻松领到1个月的工资。在这片拥有神仙般资源的海域里，有着众多的龙虾能把人抓到手抽筋，而且每一只龙虾的体型都出奇巨大。今天这期视频将带大家见识一下澳洲土豪自驾游艇捕捉海鲜的过程。拉库里和库里拉两老表为了再次一饱口福，便一同开船去到全是珊瑚礁石的海域。越是高档的海鲜，就越喜欢藏匿在礁石缝中。此刻，当他们到达目标位置，便马上潜入水中，开始今天的捕鱼摸虾行动。众多海鲜即刻映入眼帘，凡是鱼枪已经锁定的鱼类都无法逃脱被一箭爆头的命运。就在此时，一条8斤重的东星斑便轻松捕捉到手。再次下潜到8米深的海底时，人还在7米开外，就已经发现另一条躲藏在礁石缝隙中的东星斑。鱼枪直接抵近到他的跟前，也没有想要逃跑的意思。在人类扣下扳机的那一刻，东星斑便已经被索命鱼枪牢牢地牵制住了肉身，即使猛烈挣扎，也只不过是肉身留给他的最后一丝倔强。拿到船上才发现，又是一条8斤重的值钱好货。此时已经上船的一对青衣也是他们的捕捉对象，虽然没有东星斑值钱，但也是妥妥的高价值目标。来到另外一处珊瑚礁盘的上方，拉库里先下潜到海底，沿着礁石缝隙查看一番。这时，一只彩虹龙虾马上映入了他的眼帘，在围绕着礁石转了好几圈之后，才找到最佳的下手位置，随即便马上来一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，快速将其捕捉到手。由于手速过猛，龙虾触角也给掰断了2根，体型虽然只有2斤8两，但却已经足够他们饱餐一顿。水底下的龙虾当然不止一只，再次下潜时便又发现另一只隐藏其中，但却因为躲在了礁石盘的中间，靠一个人难以将其捕捉到手。拉库里只好浮出水面，跟库里拉商量围捕对策，随即再次一同潜入海底，来一个瓮中抓龙虾。在2人密不透风的围困之下，龙虾后门漏风，被直接给抄了后路。此等体型巨大的龙虾，没有8斤重也会有个4000克，而且有着比手指头还要粗壮的虾腿，能活着长到这等身材，简直就是人中龙凤，马中良驹。新鲜生猛的巨型龙虾，即使人类拥有着2座5指大山，都难以将其镇压在手。不甘心就此把肉身交代给人类的龙虾，还猛烈地拍打着库里拉的后背，试图摆脱束缚。就在此时，他们以为到手的值钱好货，居然自断触角，摆脱了5指山的束缚，快速潜回到了水里，眼睁睁地看着已经逃跑的龙虾，他们只好紧张地快速跟上他的逃跑方向。此刻已经逃脱的大龙虾以为人类就此放过他的肉身，直接停在了海底一动不动。然而此时却只好为自己的愚蠢行为而买单。由于来不及逃跑，再次让拉库里抓住了机会，快速一把拿捏住他的触角，让其重新回到人类的怀抱。如此值钱的巨型彩虹龙虾，岂能就此放过？海底有着抓不完的龙虾，然而并不满足于徒手捕捉的人类，此时直接手拿3米长鱼枪下潜到满是珊瑚礁石的海底，远远的就已经像中猫在洞穴里面的大家伙。松开鱼枪的瞬间，毫无意外又是一枪命中。在捕捉过程中，龙虾那巨大的体型还把海底的泥沙搅得天翻地覆，即使用尽了全力，最后也还是逃脱不了被抓出水面的命运。2人继续行走在捕鱼摸虾的道路上，此时发现海底下矗立着一座巨大的珊瑚礁石，为了一探究竟，便下潜到珊瑚礁石底部，查看是否隐藏着有价值的私货。果然发现一只龙虾就在里面独自偷欢。在确定位置之后，库里拉重新呼吸一口新鲜空气，便再次朝着值钱好货奔去。就在准备好出手捕捉的时候，身体快速朝着缝隙里面钻去。如此疯狂大胆的捕鱼动作，就怕他抓不到龙虾，还把自己的肉身也给搭了进去。经过10几秒与大龙虾的搏斗，原本清澈的海底瞬间烟尘滚滚，最后凭借着过人的胆量，硬生生将其拖出洞口。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疯狂的捕虾作业。在把它拉出水面的一瞬间，才看清楚龙虾的体型居然如此之大。这就是库里拉冒险也要钻入洞中将其捕捉到手的原因。好家伙，一只手也没能把龙虾头给包住。拥有这等体型的龙虾最少活了7个年头，岁月如梭，从2条断了的蟹腿可以看出，此龙虾已经逃过了不少劫难。然而今天却逃不过库里拉想要吃肉的嘴。此时将2只巨型龙虾放在一起，彼此之间也分不出谁大谁小。
渔获抓了一大堆，是时候吃上一顿海鲜大餐了。两人随即开着快艇穿梭在蔚蓝的海面上，海天一色的人间美景让人痴迷。此刻前面的小沙洲却显得特别显眼。快艇经过时，不讲武德的人类还把岛上数千只海鸥瞬间吓跑，这正是他们想要的结果。因为库里拉和拉库里要在这座小沙洲上摆摊做饭，而龙虾便是他们今天中午的主食。现场马上起锅烧油，看着被烤成金黄色的龙虾肉身，隔着屏幕都能闻到海鲜的味道，一口下去更是把人给直接吃出翔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，让世界变得更精彩。